就这个。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？那肯定得上价值啊。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？钱呢？给了多少钱？几次？哪几次？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？我反正给的挺多的，就这钱来得快，他花的也快。我这人呢，本身就大手大脚的。万海，我们查了张文京的银行流水，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。那个各位领导哈，我这么说哈，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，就我这么说，你就是能明白哈。那个，各位领导哈，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？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，我就盼着早点判刑，早点服刑，我早点出去。这都晃的，真是脑瓜嗡嗡的。我这行了，坐下。今天先到这。好。我呢，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，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子，张文京案，当庭海苑那个。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？哥吗？他被换了。啥时候？3年前。为啥？不知道。但是你想想这事儿，哥，一个被冻在铺上，一个当庭海苑同一天，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？哎，许雪，你人在哪儿呢？我在我嫂子家呢，我来陪陪她。洪亮是不是也在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擅自做与你岗位无关的工作。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呀，还是不想听？他才到啊！跟我解释什么？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？许雪，人家是同学，人就过来。别跟我废话了，赶
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。谁呀？我们局长。咋知道我来了？是不是很奇怪，哥？你说你才来，我们许局都不知道呢。哥，你真得跟我去趟永清河。我来你嫂子家，局长都知道了，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？那多吓人！不是，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，但是你是穿制服的，我也是穿制服的，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。哎，郑主任，这个万海呢，这个认罪态度呢，一直都是挺好的，可就是嘴啊没把门。那个张文京可就不一样，纯属有侥幸心理，还有劲儿呢。许局给您打了好，这一看就是典型的宿棍啊！哎，稍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许局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李检啊，忙吗？我陪指导小组呢，有什么事儿你说。那正好，我长话短说，张文京那个案子，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，你尽早跟我说，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，省得到时候咱们尴尬。行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。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？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你那个同学呀，省指导组的洪亮，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？洪亮去乔振兴家了？他毕竟是省院市一部的，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，多少有点不合适。行，我处理吧。我得再打个电话，稍等我一下。需要我们回避吗？不用。洪亮，你在哪儿呢？外头呢？你什么外头呢？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我来送个白包来了。你送什么白包？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。我也给你补上。这是补上的事儿吗？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？但别人不这么看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，你也是11部的。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，你就到人家去。那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。我妨碍你？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。白包送完赶紧走啊，别磨叽。洪亮呢？李检，这个你别误会啊，洪亮以个人身份慰问一下家属，这不违反纪律，更不代表指导小组。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你看怎么安排？回去继续阅卷吧。哎，先吃饭，车准备好了哈，都在那儿等着啊。李仁俊是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你们仨是最好的朋友。就我哥事件那天，李仁俊作为主要领导必须出现。他见过我嫂子，他认识我嫂子呀，人家就节哀啊。您觉得这是一做朋友的态度吗？哥，你也不用跟我这种表情的。您看看这孤儿寡母的，您看看，没人管，你帮忙行吗？您陪我去趟永清河。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，你穿制服的，我也穿制服的。不说了，你别为难我，给您添麻烦。哎。老侯，你说，如果那天我给我爸再多打一个电话，他是不是就能接了？哪天？出事那天。你本来要给你爸说啥呀？我和妈妈去商场给他买生日礼物，看上了件外套，想问他喜欢哪个样子的。你给你爸打个视频，问他喜欢哪个。打视频就不是惊喜了。那你就给他打电话，你问问他。问啊。
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行啊，行。那多少钱？你给打4个电话，他都给我挂了。买了吗？买了。好看？我觉得挺好看的。我还给他写卡片了呢。写的啥呀？亲爱的爸爸，你是我的灯塔。我知道你现在很孤单，我已经实现你的放下。生日快乐，他能收到吗？能啊，就是等那个能烧纸的时候，把那个大衣和卡片给烧了。姑娘，你给你爸几点打电话？那天中午11点35。洪亮，你别假装接电话。小花，你现在方便吗？喂。喂，老侯，你在忙吗？喂，永庆河远吗？喂，喂，你好，我们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的。您周3下午有时间吗？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。不好意思，我想了解一下，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事儿啊？具体情况见面说吧，没问题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王总，哎呀，您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是不是接到检察院电话了？啊，这刚挂，这你也知道啊？那不我也接着了吗？那肯定是为了万家这事儿来的呗。知道自己应该咋说不？已经背得狗瓜烂熟了。我就给你提个醒儿，问你话呢，肯定不是咱们这检察院的，那是省里头来的指导组。问你啥说啥，没问你的，别自由发挥啊！王总，您看您来都来了，有个事我能跟您汇报一下吗？啥事儿？您说的其实特别对，这案子没判，这就是事儿没办成。但我确实是这段时间资金都压在货上了，手头特别紧。您看能不能跟管理处说一下，先别天天催我交租金了，让我先赊一段行吗？你想咋赊？你看，这个检察院不也刚打完电话吗？所以我斗胆跟您捋捋行啊。是您亲口跟我说的那个，这案子一判，1年租金给我免了，对吧？那你看，从现在开始，到案子判了这段时间，你让我赊赊行吗？现在我给你赊着，判完之后我再给你免1年。这啥意思？不给我呀！还赊吗？找干嘛去？赊，再赊。
张文京依然是涉黑案的主要嫌疑人，所以他的话呢，不可以不信，但也不能全信。我们要保持警惕。子妍，你把张文京有关万海案的全部信息往来，尤其是他签了字的合同，全部整理出来，送到咱们院技术中心去做笔迹鉴定。好，王老师，这件事儿你也盯着点。好。洪组长，哎，说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情况吧。啊，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负责的这一块，做一些材料方面的准备，挺充实，也挺忙的。哦，准备工作。准备工作，做到乔振兴家去了。吊唁，就纯同学身份吊唁。张怀恩也是你们同学啊？小孩啊，不是。因为我吊唁，我不得给人送白包去吗？完了 ，ATM 机取钱，他陪我去的。取多少钱呀？还得有人陪着。1000。你非得今天去吗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？咱们指导组来东平吧，世人皆知。你说我这好几天要不露面的话，是不太合适。你知不知道今天李仁俊是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？啊，现在知道了。洪亮同志，你别忘了那封举报信，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。现在乔振兴的事还没有定性，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惹麻烦吗？不是，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呢？我麻烦我麻烦谁了？我去他们家，我打车的钱是我自己出，我也没找他借。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是一个公民啊！啊，你来的时候领导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摸摸情况。我死了不能给人送白包吊唁去吧？是你们早上把我们给忘了，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块儿去审讯，我们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空坐着。你让我在房间怎么摸谁？你是不知道今天李检当着我面打电话的那个样子。我知道他态度干什么。他没明说，他就是在告状。洪亮，你这个做法直接影响到省院和市院的关系，你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了。哎呀，我都影响到一部主任的工作了，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？走，咱俩好好谈一谈，谈谈你最近，我觉得你就不在工作状态上，一天天的年纪轻轻的，你想干啥？你想飞呀？王玉，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们是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，是专门为张文京的案子来的。那个王玉啊，把你知道的要毫无保留的给指导组的领导们都说出来啊！一定，更何况那么漂亮的检察官。那我们的询问就正式开始。你是万川物资集散中心，东平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总经理，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万海涉黑的被害人，对吧？我那不是也是被逼的吗？这万海啊，哎，那凯尔基呢吧？这万海他就是黑社会啊，他枪霸市，无恶不作，无法无天。咱们说说张文京吧。我看卷宗上你说是张文京指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，能展开说说吗？哦，大概9年前啊，就刚刚过完春节那会儿，万红托这个陈有才来找我，说万海想收我的物流中心，我没想卖，我搭理他干啥呀？等到这4月份啊，我记得那时候都已经开春了，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啊唱 KTV，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，我去那儿干啥呀？我就在那唱歌呢，我就夸夸夸几个人歘就把我给拉走了。王总，我们万总就想跟你见个面儿，这么不给面子吗？我那婚宴我不卖，见啥见呀？有啥好见的呀？你确定啊？我确定，我不卖，怎么的？我要谈，我也干什么？哎，当时我不喝酒了吗？我说话也有点冲，我说我不卖，你猜怎么着？张文京让身边人啪嚓就呱就给我吊起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么一直吊着，
一吊了我1个星期啊！我1个星期我就这么吊着，我没吃没喝的。王玉，你先别激动，坐下吧。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，当时我的处境。那王玉，他们非法拘禁你这几天，一直是万海在和你谈吗？他来过几次，主要都是这个张文静。我当时那物流中心至少值个4、5千万吧，他2500万就给我收了。我要是不答应，他说就这么一直吊着，说给我吊死。你们在什么地方签的合约啊？就吊我那厂房啊。当时都有谁在场？一共几个人？手印按上。万海、张文静，还有吊我那几个孙子。照你这么说，确实是张文京主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。主导，领导，你这词用得好，主导，就是他主导，他就是军师，万海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举报张文京呢？而是先举报万海，等张文京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之后，你又站出来补充张文京涉黑的证词。我当时就想扳倒这不是，我就说这个万海是涉黑嘛，对吧？后来不是因为公安机关把这张文京给抓了，我才出来补充这些证词吗？王玉，根据这个卷宗上记载，你是先举报了张文京，公安才立的案。来，王玉，喝口水，好好想想啊，到底是先举报的张文京，还是公安先立的案呢？这水还挺烫。这案子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时间这么久了，那前后顺序谁记得那么清楚？是不是？反正就万海、张文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举报了。你们抓紧时间办他们就对了，按你们说的来啊。张文京跟我们说，收购物资集散中心的合同是你自愿签署的，他并没有逼迫你。他还告诉我们，你伪造了合约。不血口喷人吗？我神经病啊我啊！我自己他妈弄份合同，把我自家人卖了，我贱呐！我有病！哎，瞧你这个嘴，注意用词，好不好？不是这不气吗？然后我想说，领导这个事儿啊，你们就得明察呀。他们就是咱东平市的毒瘤啊！您不去上大街问问去，咱东平市3岁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。张文京就是他们军师吗？哎，那开着街路的，我能胡说八道吗？汪海，你拘禁王玉这1星期当中，张文京见过王玉吗？没有。黑线历史，谁不外传？是这个。别动！别动！黑线历史，谁不外传？喂，110吗？我报警。你们抓错人了，抓我们干嘛呀？你们抓他们呀！我们的帅气全被他们坑了，还有警察，那我们冤呐！就是他们拿钱不办事儿，抓他们去！大家这边，陈有才，哎，你和万家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万红是发小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万红对万海涉黑知不知情？有没有参与？不知情，他不干这种事儿，我很了解他。你的证词说是万红找的你。对，但是他没有出逼迫王玉这方面的主意，而且他一直拦着万海呢。谁也想不到说万海这么精明的一个人，能被张文京给忽悠的这么5迷3道。后来万红跟万海说什么，万海也都不听了。
我希望你想清楚，我们调查了你的资料，10几年前你跟万家就开始打交道了。你从万家购买矿石，然后倒卖到南方，怎么说也是老交情了，感情还是会有的吧？这么说吧，在你的概念里，万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黑的？张文京又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？这些事情我真的不清楚，我知道的跟东平的这些老百姓知道的差不多，就是万家这几年确实做的挺猛的，什么运输业啊，还有娱乐业，就是 KTV 那些都基本被他们垄断了，而且涉猎的很多行业都有他们家份儿。我这种级别的，他们家具体内部是怎么样，我是没有机会了解的。你跟万红不是发小吗？对，但是我们俩之间那个，不像你们想象的关系那么的熟。是我其实一直在外面说，我跟万红是发小，从小一块长大的。但是万红在外面不提，别人问他，他也不回答这事儿。其实我们俩就是很纯粹做生意的关系。陈有才，我们走访了你身边的人，在外面，你是他人眼中值得信任的好朋友；在家里，你是好丈夫、好父亲，也是积极赡养老人的好儿子。那么，请你告诉我，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陈有才，是那个值得信任的陈有才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张文京到底算不算黑社会？请你把心里的实话告诉我。回答我。能不能喝口水？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？你们认真审查了吗？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，可信度、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吗？张文京肯定是黑社会。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法律责任。陈有才，你对张文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无误吗？准确。无误。干什么？我劝你们赶紧离开啊，不然我报警。傅大律师，聊聊吧。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？因为你们想让他是。这话说的没错。那你信不信？你也得变成黑社会。咱们谁是黑社会啊？啊！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，颠倒黑白，指鹿为马。张文京是无辜的，我要替他辩护。坐下吧。现在是学习时间。张文京，你女儿挺可爱的。你说啥？我说你女儿挺可爱的，梳俩小辫儿，
抱起来一翘一翘的，真可爱。2个人，幼儿园4点放学，姥姥来接，周末去学舞蹈。你养的真好。谁让你？啊？你问我谁让你来的？你要是敢动我女儿，那肯定。你不乱说，我不乱动。黑社会，因为这个黑社会，我女儿要是有个3长两能死。只要你认罪认罚，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，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。我去你！管家打架呢！你怎么杀人的？你来替他干嘛？我是律师，替他辩护是我的责任。你还替他辩护？我我什么都没做，他打我。老实点，把话给我递出去，是不是？走。嫂子，海东省第2医院内科大夫，咱闺女31中上初一。换个地方，你还能继续当律师，继续替别人辩护，别让我在东平再见到你。小心啊，哥，这老滑了。哎，小心！你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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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面，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哥。我哥当时的脸正好是瀑布下面，这冰溜的对着他的脸，眼睛都没闭上。当时市警在旅游的大医生报的警，我赶到的时候，人已经被刑警大队他们的人弄出来了。现场法医的勘验结果没外伤，发回局里去做了尸检，口鼻中检测出粉红色血红泡沫，水性肺气肿，肺、骨髓里都有硅藻的成分，都是逆光的特征。他们推测，人是从上游溺亡之后，被这个水流冲到这儿的。那2天天冷，我哥就被冻在这儿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下来的？上游有个水库。离这2公里，带你瞅瞅去。好，哎，谢队。我是万家灯火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。应该的，应该。 3年前的3月24号那天，我陪着吴小天去给万总敬酒。
吴小天跟万总说，那个刘贵又来了。来，请进。因为刘贵欠着万总不少赌资。来，坐。万总让吴小天去教训刘贵，我亲耳听见，万总让吴小天往死里打，结果吴小天打伤了刘贵。那我也就是表示了一下，谁知道这个吴小天呢，他就想表现，给表现成直门了。你就是万海一条狗，你不配跟我说话。后来，赵文京找到了我。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万总的律师。时间有限，我们长话短说。一会儿，警察过来找你问话，你一定要说清楚。因为刘贵欠了吴小天的钱，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冲突，跟万家灯火没有关系，跟万海、万总也没有关系。这是他们两个的私人恩怨。如果你一会儿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，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，也不用想继续留在东平。除了口头威胁，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，那倒没有。万海和吴小天是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来敬酒？吴小天是我们那儿的保安队长，万海又是他的大老板，那肯定找他敬酒。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？音乐太大声了，我没听见。音乐太大声了，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？啊，那个，视频吗？问你话呢，邵小燕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？没，我想想。我们既然能把你叫到这儿来，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。你今天要是不说，等我们把郑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。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。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。我们是指导张文京案的指导组成员，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，或者是有什么麻烦的话，可以直接跟我们说。你关于张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？你干嘛呀？怎么了？这是你们这干什么？你们这干什么？我可没碰他，还打人！不是你侵犯人权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动手，我们这肯定有录像。少来这套手！谢主任，今天先到这儿吧。当时呢，这个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，车头是面向这个冰面，大灯开着。他们到的时候，电瓶已经没电了。当时车是锁着的吗？没锁，开着。车辆是完好的，车内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，包括这个方向盘啊、车门上，也只有我哥一个人的指纹。车里还有其他乔主任的东西吗？有，他的公文包、嘴镜、证件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，还有一个空的白酒瓶子，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指纹。大喜的日子，你不能只喝果汁，得喝酒。我就喝吧，那就先过你，这样我喝，行吗？来，没事没事，我喝。有一把羊镐，就在冰洞这个位置。当时呢，分局刑警大队同志呢是根据这个指着的方向逆着找到这冰洞，羊镐就在这个位置，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的指纹。
所有的东西都在，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。哎，老侯，你现在方便吗？喂，老侯，老侯，喂，小峰，把附近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儿？没火车道这附近，最近的也得在这周家店附近吧，到这儿也得1小时。哎，许军，李姐啊，是这样，乔振兴的案子我们已经结案了。我们这边啊，也刚刚开完案情分析会，从调上来的情况综合分析啊，是自杀，没有他杀的痕迹。不是，那自杀的动机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自杀呀？你们得查呀。我们这块儿也查了，初步推测啊，是不是这个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？或者这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？总而言之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甭管怎么样吧，等正式结案报告下来了，我会通知你。先给你打个招呼，有个心理准备。行，先这样吧。李姐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刚才公安判定，老乔是自杀，说是什么抑郁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。许阳，我给我打电，你是怎么知道？李姐，咱们东平市才多大个地方，这事都传遍了，这事弄得沸沸扬扬的。李姐，我在想啊，你说老乔平时这人挺轴的，不爱说话，喜欢钻牛角尖，但他不至于抑郁。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成立的话，我刚才快速的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，我发现他就是从望海案被换下来之后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俩是一个办公室的，我们俩不是正常的工作交接吗？他就变得魂不守舍的，神神叨叨的。我问他关于案子的问题，他什么话都不说，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。现在想想多吓人啊！哎呀，这事也怪我。我们要早知道他是抑郁症的话，我们应该对他多关心一点，应该领他去看病啊。老谢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你先回去，好不好？哦，行，也可能我多想你，那我去了啊。江头风波，做人一生坎坷多。兄弟，我心头上有件事儿，那不见孟婆不得过。自古黑白分颜色，别扯放下就成佛。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啊，那坏人凭啥享安乐？为一口气，为一个理，为一场戏，老子走到底。我要走穿这条命，去看雪兰花。我要踏破这双鞋，光脚平风沙。乾坤下，世事有王法。我要出了门的人，在晚夜归家。我要天上落的雨，又回到天上。我要吃着一口饭，守着一夜荒。我要这人间所有
让那归过心的鬼，目中有王法。